我们有天人合一、与人为善的中庸之道，有向死而生、自我革命的莫大的勇气，有高屋建瓴、志向宏远的战略指导，当然更有我们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美国有人认为制裁俄罗斯是美国在给中国送礼，这完全是强盗逻辑啊！美国发动西方国家共同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制裁手段呢有2个。第一个是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支付体系，让俄罗斯的银行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论是买进还是卖出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甚至是完全瘫痪。第二是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产品，这一项禁令呢刚刚生效。如果其他的西方国家也效仿跟进，那俄罗斯最主要的外汇收入的来源就很危险了。美国本身也是一个石油、天然气的输出大国，把俄罗斯赶出能源国际市场，美国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接盘俄罗斯的能源生意。有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施加严酷的制裁，对中国实际上是有好处的。这与美国的重要国家战略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冲突。美国制裁俄罗斯怎么个就让中国获得了好处了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搭线的。说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因为俄罗斯地广人稀资源很丰富，所以仅仅是依靠资源出口就能够获得不错的经济收入。克里米亚事件以后，即使是面临西方长期的围堵和制裁，俄罗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口国。所以呢，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既然美国把俄罗斯踢出了全球银行支付体系，没收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甚至还把俄罗斯踢出了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那即使是对经济活动再陌生的人，也可以马上产生联想，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的靠拢中国，在外汇上从美元转向人民币，在出口上从广泛开发国际市场转向基本依赖国内市场和中国市场，在进口上从全球采购转向大部分依靠中国。换句话说，美国用制裁的方式逼迫着俄罗斯全力以赴向中国靠拢，甚至于把自己的国民经济命脉同中国的经济直接挂钩。这对美国来说呢，当然是一个噩梦式的场景。中国经济有足够大的规模，可以让俄罗斯的出口产业继续维持下去。中国也有足够的供应能力，让俄罗斯的1亿4千万人获得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甚至现代化的消费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俄罗斯是2个核大国，美国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打破2国之间的这种经济循环。所以在3月8号，美国网站国会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制裁俄罗斯是美国政策制定者送给北京的最大礼物。这段时间呢，美国一再叫嚣，中国要是不肯参与制裁俄罗斯，就会遭到美国的制裁。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组合拳好像并不太管用。托美国的福，中国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所以对这种威胁，中国只是笑笑而已。特别是贸易战，只要美国你自己承受得了，尽管放马过来开打。美国能把中国踢出 SWIFT 体系和国际经济大循环吗？一是他自己恐怕不舍得，二是他根本做不到。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输出国，没有中国的供应，全世界的供应链立马就会乱套。美国自己的市场，特别是日用品的消费供应，立刻就会出问题。所以国会山上的文章哀叹，西方仅仅针对俄罗斯，会使中国成为制裁的主要受益者，从而帮助中国梦的实现，除非整个西方联合起来一起制裁中国。不得不说美国的唯利是图和鼠目寸光，除了将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覆灭的深渊，
根本遏制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运气好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硕果仅存啊？这是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有天人合一、与人为善的中庸之道，有向死而生、自我革命的莫大的勇气，有高屋建瓴、志向宏远的战略指导，当然更有我们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生产体系，积累了雄厚的综合国力做支撑，中国才能够在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当中站稳脚跟，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支柱，而不是被人拨来拨去的棋子。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